关注种豆主，啥菜你都会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种豆主。今天我们用娃娃菜做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。这样做的娃娃菜既好看又好吃，而且做法也是非常简单的。大家快来一起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这一道菜我们得准备这个去皮大蒜，我们先给它做一个蒜蓉酱。现在开始。这个大蒜我已经是提前去皮了，把这个头去掉，不然的话影响口感。在家里的话那就去一下，其实在酒店的话就是一般就很少会去，因为太多了，量太大了。家里那就肯定做精致一点，对吧？以前做酒店，我在一家酒店里面做，每一周都要做一大桶，将近20斤的蒜蓉。因为那家酒店的话用量真的是太大了。这个蒜蓉酱也是粤菜蒸菜中，也就是上杂中最常见的一个调味料。接下来拿出我们的手动拉蒜神器，这一个我用了蛮久了，已经估计2年了，这个我已经用了，蛮好用的，这种手动也是挺快的。弄好了给它挑出来，还是蛮细的，你看一下。然后加水，把这个蒜蓉清洗一下。清洗的作用可以去除蒜蓉一部分的辣味，吃起来的口感不会这么辣嗓子。另外的话，清洗过的蒜蓉可以存放的更长时间一点。如果没有清洗的话，你做出来的蒜蓉酱大概是2个钟头后，它就会慢慢的变绿，氧化变绿。所以我们清洗过的蒜蓉可以存放很长的时间。然后把水隔掉。接下来取一个干净不掉毛的毛巾，干净的蒜蓉放上来。攥干水分，剁好的蒜蓉取1/3出来，单独取出来，然后这个加点盐调味，适量的盐，一点点胡椒粉，一点点好了。家里要是有鸡精的话，可以再加一点鸡精，我家里的话就没有了，就不放了。然后接下来起锅烧油，把这个油温烧到5成油温，就是有点冒烟的时候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生蒜蓉用热油给它浇一下，呛香。接下来锅中的鱼油，把剩下的生蒜蓉给它放下来炸一下，把蒜蓉炸香炸透，炸出香味。现在里面的水分基本差不多了，已经是浮起来了，大家看一下，炸到现在这种微微的金黄焦香，然后就倒出来。就在倒出来的时间，它还会继续的加热，那就刚刚好了。如果你炸到金黄色后再出锅，那出锅后就变黑了。倒出来和生蒜蓉搅拌一起就可以了。就这样，这个粤菜的金银蒜蓉就已经做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包粉丝，我选用的是这个好一点的龙口粉丝，基本上这样2把就可以了。然后用清水给它先浸泡起来，然后给它放一边备用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娃娃菜。首先把这个头再稍微的削掉一点，然后把这个娃娃菜对半切开，接着再次对半切开，1开4基本可以了。如果大一点的娃娃菜，那就再给它来一刀切小一点。像这种小颗的娃娃菜，就好像我这样子，给它1开4就可以了。
将娃娃菜改刀切好后，装进盘里备用。接下来起锅烧水，把娃娃菜焯一下水哦，加少许的盐，增加底味。这个青菜焯水一定要加点油下去。等到水开了，把娃娃菜搞里头。等到水烧开了之后，再焯水半分钟就可以了，千万不用煮得太久。好了，将它捞出来，煮成这样就可以了。将娃娃菜全部捞出来，然后控干水分。接下来娃娃菜中加一点点的生粉，注意一点点够了，还有少许的白糖，然后给它搅拌均匀。然后再把我们的蒜蓉酱给它来上2勺，再次的给它拌匀，这样的话菜叶里面都已经均匀的有味道了。好了，这时候的粉丝已经是刚好的给它泡软了。接下来用剪刀把粉丝剪成小段，然后加一点蒜蓉酱进来，这样的话粉丝就有底味了。然后用筷子给它拌均匀。接下来取一个盘子，然后把拌好的粉丝垫底。接下来就开始把娃娃菜整齐的码放在盘里。把它摆好盘了，最后在面上给它再来上一点蒜蓉酱。接下来就开始蒸制，起锅烧水，然后把娃娃菜给它放进来，水开上气，给它蒸4分钟。趁着空余时间，准备一把小葱，然后将它改刀切成葱花。切好了之后，取一个小碗给它装起来。接下来可以再切少许的红椒米，这个只是搭配颜色用的，有或者没有都可以啊。好了，计时一到，这时候已经蒸了4分钟了，然后就将它取出来，给它均匀的撒上刚刚切好的葱花，然后浇上热油，激发出小葱的香味。最后一步，来上少许的生抽酱油就可以了。就这样，这道香喷喷的蒜蓉粉丝蒸娃娃菜就已经做好了。这个做法是我们在酒店里面常用的一个做法，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，只要看过我这个视频的，据说都已经学会了。这样做的娃娃菜蒜香味浓郁，非常的 very good。喜欢这一道菜的可以双击收藏起来，下次试做一下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的视频的可以双击评论、收藏、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